告诉你一个秘密，福报皆因果，切莫乱挥霍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每个人都想有一个好福气，然而人生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，我们总是愚痴地认为凭着我们的能力，小聪明就可以打天下。其实没有福报，一切的奔波都是苦和累。什么是福报？顾名思义，福就是福气，报就是果报，也可以理解为是业报。福报是一个人的福德报应。常有人疑惑，谁的福报真好，子孙满堂，爱情事业都是顺顺利利，为什么别人什么都美满，而自己却充满了坎坷？是不是老天爷偏心，把世间所有的福报都给了其他人？其实福报不是谁给予的，而是自己修来的。著名的佛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说，享福就是在消福，吃苦就是在了苦。每个人的福报都是有定数的，当享受到福报带来的美好时，就应该省着用，因为不果不储存，而一味纵情挥霍，就有用完的一天。很多人难以理解这句话，我给你打个比方，把每个人的福报看作池子中的水，只会越用越少，只有一边用一边往里面注水，才能取之不竭。如果前面用太多，后面池子见底，福报也就没有了，剩下的人生就只有痛苦了。前面省着用，后面的福报也就越来越多，因此人生过得太顺，反而要小心福报耗尽。若是人生遭遇困境，也不要消极，因为努力往前走，福报一定会来临。人一定要懂得修福培福，对于福报千万别太透支。10分福气只想3分。1. 事业成功靠的是福报，福报是果，因在于修。世间各种报应都不是命里注定的，而是修来的。为什么事业越成功的人越爱做慈善？因为事业成功的人知道，不是他们有多聪明，而是福报是通过行善得来的。有人受贪嗔痴，毒害很深，很自私，从来不舍得施舍，不懂得宽容退让。他们不知道，当自己舍出去时，人缘就有了，福报就来了。也有做生意讲诚信，为人豪爽大方的人，这种人心胸宽广，熟悉他们的人会觉得跟其做生意踏实舒服，还愿意介绍更多的客户给对方，也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跟他交朋友，下属也愿意跟着这样的老板。这就是平日里修福培福得到的好处。而一个人若是贪婪吝啬，喜欢欺骗合作伙伴，压榨员工，那么关系再好的客户，再优秀的员工都会离去。这时候人自己再有能力，再会做生意，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。因此一个人想要事业成功，靠的是结善缘的福报。福报多，人脉才广，助力才多。平日里不要想着用一些不好的手段
从别人身上获利，这些行为都会严重透支自己的福报。二，有福报钱不请自来，但钱最好不要来得太多太快。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，福报也不例外。就像一棵树苗能够长成参天大树，说明阳光、土壤和空气等因素都非常合适。而一个人若是能够有福报，说明他一定慈悲喜施，善因好缘，乐于奉献，勤俭节约。佛讲普度众生，大慈大悲。所以若是没有这些行为，福报的因缘也就不存在。要怎么收获，先要怎么栽。已经种下勤俭、结缘、喜舍、奉献的种子，自然钱财会不请自来。但是钱财来得太多也不好，这会严重透支自己的福报。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，中了大奖，飞来横财时，容易给自身带来灾祸。有些人自制力不强，沉迷于赌博，不仅把财富挥霍一空，还欠下巨额负债。有些人被小人惦记，遭遇欺压抢劫，不仅财富化为乌有，还可能有性命之忧。不是说财富多了不好，而是财富的获取要讲究循序渐进，一步一个脚印。古人说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；人不配财，必有所失。正是这个道理。千金人物必有千金之德，否则自己根本不能抵制自己的堕落，自身的能力也难以让自己守住财富，因而财富来得太快太多，其实就是在透支自己的福报，让自己的人生今后遭遇无数烦恼灾厄。对于财富，切记不能贪，该拿的就拿，剩下的不如行善积德，结善缘，修福报。福报多了，今后不愁财富不来。三，有时做事失败，是因为福报好，福兮祸所依，祸兮福所倚。有时候做事失败，是因为福报好。有人或许会质疑这句话是不是写错了，失败本就是不好的事情，为何失败了反倒是福报好呢？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古时候一个人中了蛇毒，中医让他长舔白矾，如果嘴巴感到苦，说明还有的救；如果感到甜，就说明中毒已深，无救了。人生在世也是如此，哪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，没有失败的呢？人无完人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一个人犯错不可怕，若是懂得改，那么反倒是好事，是福气。因为每改掉一个缺点，人就能从缺点里吸收教训，更加完善自己的德行，变得更加优秀。一个人不怕犯错，应该怕看不到，不知道自己的错误，误入歧途，越走越远，难以挽回。同时逆缘痛苦是一个人修行的助力。释迦牟尼正是因为在修行时经受菩提达多带给他的无数失败和苦难，才使其快速成长，最后悟道成佛。因此真正有福报的人
在做不利于自己的事情时，会出现一些预警，让自己能够及时改变，转向正确的道路。站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人生太顺利，反而是在透支自己的福报。失败是一个人的逆增上缘，是给人精进的机会。懂得在失败中成长，人生才能丰富多彩，趣味无穷。一个人的福报不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它是有定数的，用一点就会少一点。所以人生要一边享福，一边积福。人生顺利时，要警醒享福，也是在消福。财富来得太多太快，就是在严重透支自己的福报。福报耗尽时，反而摔得越惨。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，把结善缘，积福报融入日常生活，才能让自己福报越来越多，事业才会长青。财富不请自来，宇宙万物皆有定数，每个人的福报都是有定数的。就好比你仅有一笔存款，如果你不存只取，账户很快就会透支，那穷困潦倒的生活就开始了。如果你经常往里存钱，并省吃俭用，存款就会越来越多，你就会一直有钱花，一直过着富足的生活。同理，你所有的言行举止，做的所有事，都在严重消耗你的福报，福报就会像存款一样很快花完，霉运就会接踵而来。如果你不但没有做消耗福报的事，还一直在积累功德，那你的好运就会源源不断，还能福泽子孙。知福惜福者，福气自然会围绕在身边，伴你终身。不懂福也不去惜福的人，福气自然也会弃你而去。福报不是天赐的，更不是花钱买的，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，用自己辛苦的点滴付出积累而来的。佛家经常说，欲知过去事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未来果，今生做者是。世间之事，皆有因果。种善因得善果，种不善因得不善果。这世间有6件事会快速消耗福报，要小心了，千万不要去做。1. 家庭纠纷，因为财产、遗产划分、父母赡养等问题，亲兄弟姐妹反目成仇，六亲不认，这种家庭纠纷内耗，短期看不出什么问题，因为大家都是为了生活争取利益。殊不知和气方生财，因为争反目，家庭不和，导致家庭的气被破坏。气是因为和而聚集的能量，能量少了，福报也就慢慢流失了。可以观察下你身边的人，所有因为钱而六亲不认的人，基本没有能富起来的，而且越过越差。所有对亲戚朋友慷慨大方的，却没有因为慷慨大方而贫困交加的。2. 造口业，嗔恨心重，总有些人习惯质疑或恶语伤人。比如前段时间孩子在校被撞身亡的新闻，母亲痛哭，却因妆容得体，
被某些人质疑走秀拉流量。在这个时候，没有送去温暖的话，却雪上加霜，最终母亲跳楼自杀。这种不当的言语给别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，就是在给自己造口业。也有的人一旦不如己意，就起嗔恨心，或者得理不饶人，或者把人往死里整。殊不知因果循环，生生不息。3、过于自我放纵。有很多人沉迷酒色，导致家庭不和睦；沉迷赌博，到处欠债务；或过于虚荣，远超个人财力的无节制奢侈消费；或不努力奋斗，却日日纸醉金迷。这些放纵的行为都在消耗自己的福报。4、习惯大发雷霆。有一句话叫火烧功德林，意思指当你火气大时，你的功德就会被你的火气烧没了。总有些人因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，遇事没火都能自燃，好像这样能解决所有问题。其实不但解决不了大问题，还惹一身麻烦，甚至惹上官司。比如打架伤人，自己当时挺解气，殊不知报应很快就来了，自己吃官司被判就罢了，重要的是还影响子女。这种情况，福报顷刻就消耗完毕，被判刑了，甚至进监狱了。难道不是福报顷刻就没了吗？5、报复心强。有报复型人格的人，如果报复恶人，可能是超级英雄；如果报复普通人，就是危险的犯罪分子。而大部分人只能是后者。报复心强的人大部分自闭冷漠，缺乏共情，习惯无限放大别人的缺点，错的永远都是别人，没有愧疚心和同情心，敏感易怒且攻击性强，只要不如己意，就绞尽脑汁去伤害别人。为了报复，可以不择手段，不计后果。这样的性格和心理会感召更多的坏人坏事，不停的报复就会不停地感召厄运，就算害了别人，最后要么被别人害，要么被法律制裁，终是害了自己。6、不信因果也罢，却反其道行之。你可以不信命，也可以不信因果轮回，但至少要有敬畏心，一定不能反其道行之。拿缅北4大家族为例，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富足了很多年，结果怎么样了？这就是现实版的因果报应。他们如果相信因果，就不会做出那些没有人性的事情，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。记住，你只要做了坏事恶事，只要种下恶的种子，宇宙必定让你开花结果，结的果就是报应。试问苍天饶过谁？改变从遇见开始，改变也要看机缘成熟与否，也要看积累福德的资粮够与不够。福报不够的人，连善知识都接触不到，也或者有人看到了，像风一样飘过。也有人相信并愿意改变，但就是无法修正自己的言行和心念。
习惯是一个人多少年生活阅历的交织，不是说改就能改，但请相信，只要你愿意改变，并坚持修正自己，就一定会看到结果。人是很神奇的动物，一半是神识，一半是肉体，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，一半是人类，一半是动物。如果不自我反省和约束，还天不信的不信，偏要冒天下之大不为我行我素，就会趋向于动物。如果是那样，神灵也心寒，老天都无法帮你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陪福惜福。愿所有遇见的朋友都能有所感悟，都能多积累功德，福报源源不断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